早安，今天呢，准备要来把3个礼拜前酿的 IPA 装瓶。那也是我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准备把这个拍一下这个 video 上传给大家分享，可能是我 YouTuber 的人生的开始。那什么事情都是临时决定的啊。计划了可能1个礼拜吧，然后跟工作的一些想法也有关系，那准备来创造一些创造东西，而不只是做工作，所以呢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一下现在最流行的直播啦，然后 YouTuber 影片的制作啦等等，那很多东西都是我第一次做，今天第一次开始。包括摄影机录影怎么样录，要怎么录，什么格式等等，后置要怎么做，都先想过了一下，大概有一些方案，但从来还没做过。那今天就是一个尝试。那用的配备现在也都是手边有的，那计划想要买一些东西，但是我怕我自己一头热，所以呢，我们要先从做开始，不要先买一堆东西。所以呢，第一个要做的，现在时间是多少？9点20。那昨天呢，不知道为什么睡觉，半夜12点就醒来了，然后一直到3点才睡，然后也是在研究这些东西。然后相机本来有考虑用相机来拍，但是昨天半夜起床的时候，它居然镜头就坏了。所以呢，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sign， 是要我升级配备呢，还是叫我不要搞这些事情呢？那我们还是得先尝试的再说。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早餐。OK， 吃饱了。那大家猜，啤酒要酿好，要装瓶，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洗瓶子。这也是蛮累的一件事情，因为看你酿的多少，容量有多少，你要洗很多瓶子。那我呢，我是从1年前，现在是5月，我是从2019年的3月、4月的时候开始酿第一批啤酒，开始酿啤酒。然后呢，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收集，把这些喝过的啤酒的瓶子收起来。那也从台湾带回来的很多18天的瓶子，然后像这个也都是台湾带回来的。OK， 所以呢，我现在今天要装的啤酒大概有15到16公升，其实没有很准确，因为倒出来之后还有一些残留或者是耗损，所以呢，我要先预估一下我需要多少瓶子，再来要洗。洗不只是洗干净，洗有2个目的，一个要把它洗干净，那应该要这些瓶子之前都已经洗过了，晾干了。那今天要装瓶，所以呢，怎么说要消毒杀菌，因为万一里面有细菌，那啤酒装进去它就会污染，会带来差的风味，或者甚至让你喝了拉肚子或者什么的。OK， 我也还记得1年前我第一次酿好酒要这个喝的时候，
我跟我妈妈在视讯，她交代我喝的时候要 live 播出，而且呢要我把大门的锁打开，以防万一有人可以来救我。不过呢有惊无险，所以呢保持卫生是第一关键。所以呢一开始如果你还没有投资太多，或者说只是想第一次尝试消毒，其实最好的消毒可能是蒸。但是你看，你不会有在家里不会有那么大的锅子去蒸这一大堆瓶子，甚至5、6个瓶子都很难处理。一个是用稀释的漂白水这是我网络上看到的，应该是可以，只是说详细的步骤怎么弄，怎么把它再弄干净，我不是很确定。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用沸水那这些其实都不好操作。最简单的方法也是工业界用的东西，有一种这种东西清洁剂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应该也有别的牌子，这叫 Star San。Star San， 它基本上就有点像洗洁剂。那它的用法呢，用量1盎司兑5加仑的水，然后呢兑好了之后，它会产生泡泡。那像这个瓶子里，我在这个 spray bottle 里面，其实装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看我摇了之后，它有泡泡。那这个东西呢，它可以杀菌，只要让泡好的这个消毒液呢，或者清洁液，跟你要消毒的东西接触，那因为它就是有界面活性剂，它会挂在那个瓶身，不管是里面或外面。我看了一下说明是，只要让它在上面有1分钟的时间作用，就可以达到杀菌的功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会用这个来做瓶子的杀菌。所以我没有，其实还有一些道具我想买的，方便我洗瓶子。那今天呢，我就是土法炼钢，目前我都是土法炼钢，我就是把消毒液泡好，我就是用漏斗，或不管怎么样，我把消毒剂注满，然后我再倒出来。那也是因为现在瓶子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已经买了一个这个像圣诞树的东西。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架子，然后呢，方便你洗好的瓶子可以把它晾干，因为就是说消毒剂把它灌进去，再把它倒掉，然后呢还在里面嘛，而且你会看到很多泡泡。那这个消毒剂的特色就是它不用把它洗掉，它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可以叫做可食用的，总之它是可以被混到你的啤酒里，然后喝下肚子的。但是你还是要把它尽量晾干，但是你不用再用清水去冲洗它所以这是一个我决定先买的道具不然很多瓶子，我现在几十个瓶一次用可能要20到30个瓶子，我没有办法在碗盘架上面把它晾好。OK， 所以呢，我待会会到水槽，我就是开始洗瓶子，然后呢把它晾干。OK。我这个点我一下，不会一直拍到底，我有另外一支镜在拍锁死。那我再把这个消毒水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会起很多的泡，然后泡泡也会留在瓶子里，但就是留在里面就好了，直接把啤酒放进去。还有放好几支，我再带过来。那其实这个步骤有一个小道具淘宝上看的大概是100人民币，非常方便的我看练习后期的时候，看到他们把那个照片直接连接到这里面。OK， 那我待会呢会把其他所有瓶子洗洗，可以看到瓶子里基本上都是很大的泡泡，那就是当然在里面，但是尽量滴干，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价值作用。然后我应该在这里先暂停，然后我待会把所有的瓶子洗好，然后放着，再准备进行下一个步骤。OK， 那我待会呢会把其他所有的瓶子洗一洗，你可以看到瓶子里其实基本上都是很大的泡泡，那就是让它留在里面，但是尽量滴干，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价值作用。然后我影片会在这里先暂停，然后我待会把所有的瓶子洗好，然后放着，再准备进行下一个步骤。好，我又回来了。那我的瓶子全部都洗好了，在这里，我们要仔细算，26支到28支吧。好，那在我们装瓶子之前，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煮的，就是糖水。为什么？因为呢，啤酒在发酵完了之后，现在在瓮里面，待会我把它缸出来。然后呢，发酵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呢就会排掉，好，一定要排掉，不然你的发酵槽、发酵桶子就会爆炸。既然二氧化碳跑掉了，意思就是虽然里面现在会有一些酒精，但是是没有泡泡的，因为二氧化碳全部跑掉了。所以为了喝的时候呢，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些碳酸，需要有一些气泡。我们再把它封到瓶子里的时候，就会再多加一些糖。好，因为现在发酵完毕，我的桶子里的糖已经被消耗完毕，消耗殆尽了。那酵母还活着，只是它没有食物可以吃了。那现在呢，我就再多加一些糖给它，然后呢，跟我的啤酒，现在发酵好的啤酒再混合均匀。混合均匀之后，我再把它装到瓶子里，然后瓶盖会把它密封起来。接下来，我这个装好的啤酒并不是放到冰箱里冰，准备要喝，不行。我啤酒还是要把它封好的啤酒，还是得放在室温或者是你该有的发酵温度啊。顺便说一下，我目前发酵我没有投资任何的设备，我把它放在新加坡的室温，大概是28度这样子发酵啊。然后呢，基本上高温，这是一个很高的发酵温度，是不太适合的啊。一般现在好的发酵温度，不管是拉格或者是 Ale， 应该在12度到18度之间，20度啊，28度是太高了。但是目前我做了6批了，我自己都还可以接受，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味道啊。聪明的你可能会想到，所以呢，现在我放的糖不能随便放，太少你就气泡太少。太多了，你有可能会产生太多的二氧化碳，你的瓶子可能是会爆的，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所以今天呢，我依据我14公升的量，我算好了，我称好了120克的糖，我用加300cc 的水下去煮，就把它煮沸，因为煮沸之后也就消毒了，我就把它放在那里，要放冷待用。最后就是很简单，就是一般干净的锅子。锅子里有120克的糖，我加300克的水进去，继续用我的电磁炉把它煮沸，煮沸个2-3分钟，消毒，连锅子本身消毒，然后就把它放着待用。然后这时候加的糖呢，基本上很讲究的玩家呢，不管是一开始酿造，或者是现在。这个叫 prime sugar， 会加的是葡萄糖，会加的一个叫还有另外一个什么糖，我还没有去查它的中文名字。总之呢，会用单糖或者是双糖。那我一切从简啊，我就是一个爱喝酒的人，我要 cost down， 或者说方便我准备，所以我用的就是一般的白砂糖。那至少我满意这样的效果啊，酵母也看起来很快乐啊，我就是用一般的白砂糖而已。好，刚刚糖煮好了，我现在去把酒搬出来，稍等我一下。这个就是我昵称阿嬷的酱缸，你看我就是用一个，这个应该是8公升的。玻璃瓮，
玻璃桶。我是几月几号做的忘记了，就是刚好到今天3个礼拜。还有一桶，这个更大一点，这是10公升的，不过都不能装满，因为发酵的时候会有泡泡，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14、15、16公升。那我从1年前开始做的时候呢，其实只有这一桶，我每次只做7、8公升，然后装成瓶子呢，就是只有10瓶，然后这整个过程从我说3个礼拜前开始发酵，一直到现在3个礼拜嘛。但是装好瓶子之后，不能够马上吃，不能马上喝啊，还要再等1到2个礼拜。所以整个从一开始做到你可以享用，要1个月到5个礼拜的时间。好，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一开始当然玩票或者是说开始尝试，没有做太多，家里的锅子大小等等也都是一些限制，所以呢，我就是只做8公升，然后大概1个月之前在新加坡开始 circuit breaker 封城之前呢，其实那时候是过年的时候在台湾然后1月、2月也有出差回台湾，那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我下一个批次就是要做的呢，我就是要直接升级到5加仑或者说20公升的这个规模因为这样做起来比较省时啦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就准备了这么多瓶子，我慢慢收集，为了就是我之后一次要做20公升，我一次可能要装30多个瓶子 ，OK， 所以呢，下面一个工作呢，其实就是要把这里面的啤酒，所以现在它已经发酵好了，然后这是 ale， 或者说我就是在室温上发酵，我用的酵母，它是会沉到底下的。发酵的头1、2天会有很强烈的涡旋或者说对流因为它发酵的很剧烈，所以呢上面有一些东西会，我开一下手机的摄影机。所以呢，这是已经发酵3个礼拜的这个啤酒，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反正这个啤酒呢做出来是黑的，然后上面有很多这些看起来脏脏的东西，这是头2、3天它剧烈发酵的时候泡泡把那些不管是麦芽啦或者是就是酵母或者一些啤酒花的这些渣渣推上来，然后就干掉就在这里了。之后它发酵的速度呢降低稳定的发酵，然后呢慢慢的酵母其实现在都在沉到底下都是在底下。然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其实就是要把这里面啤酒的部分取出来，但是我不要取到酵母我希望我的啤酒越澄清越好。然后呢还要就是这2桶我要把它混合在一起因为我要让它风味都一样。然后呢我刚煮好的糖现在还很烫其实要等它冷，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所以我会需要一个更大的桶子，我需要把这2桶啤酒给倒出来。那我不想为了我的这个小小的自酿啤酒计划买了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我用我家里有的东西，不知道多久以前从台湾带回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某个时期政府发的厨余桶那我们没有装过厨余它就是一个水桶它的容量大概是14公升，所以其实我这2桶放进来有点不太够那这也是我作业目前麻烦的东西，我需要一个大的桶子，那就是就像我之前讲的，我其实买了，现在滞留在台湾，我等到以后有机会我就拿来，我现在就是克难的做。所以呢，我要用
管子把这2桶啤酒给倒到这里面来，然后把糖也加进来，混合均匀，之后再从这里把啤酒从这个厨余桶呢装进我所有的玻璃瓶里面。好，这就是下一步骤。那我可能要暂停一下，我的糖水还很烫，然后我 set up 一下这些管子等等。我目前也没有买电动帮浦来 pump 这些啤酒，我必须依靠重力，所以我会要制造一些高低差，然后用虹吸原理把这些啤酒给转移到我这个厨余桶里面。好，稍等一会。好，我们刚刚已经抽完1桶了，我现在把第2缸也把它抬起来。我现在这边也开始在录反正都是学习，之后再请教我的导演陈导师来教我怎么样做得更专业。哎呦！好，首先打开，我们也是观察一下有没有长其他的东西，很香啊！我是对这一批还蛮抱持希望的，希望会苦一点这一批是我第2次用 Coopers 的Brew Kit 来做的，用罐头做的。那因为我现在能取得的材料，还有我现在厨房设备的限制，我选择用 Brew Kit 来做，我并没有用真的麦子来酿啤酒那这个我在下午的时候酿下一批的时候会跟大家介绍。好，我现在需要做的继续了。那因为会装不下，所以我其实另外准备了锅子会需要待会把它装起来。那其实在这些过程都会 introduce 一些细菌进去啦，或是环境里的不管什么菌，霉菌、酵母菌、细菌，没有办法真的很完全无菌，所以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让酵母菌有生长强势的这个环境，让其他的菌比较长不起来。OK， 继续。我也是要注意后面的。那这个就是刚刚抽完的那一桶，那底下沉淀物就是这种咖啡色，那闻起来有点香有点臭不太会形容，但是我敢喝了。我会把它装起来，然后让它沉淀。那这里面现在是没有气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把它倒出来。这就是啤酒酵母酿酒的副产物，然后市面上有一些健康食品啤酒酵母，也就是酒厂的副产物。然后呢，酿酒厂他们会把这个，因为里面其实还有酵母，他会把它拿来做种，然后把它留起来，然后分好批次，可以重复使用个4、5次吧。这个部分我还没有
研究，也还没有这么做。我目前每次都是开新的项目来做。好，这里快要满了，先把它夹起来。在锅子里的是没有糖的，对吧？我会量一下它的比重，就是发酵最终比重。怎么决定我的啤酒发酵好了没啊？我网络上看的查的资料是说，等时间差不多的时候，会每天需要去量它的比重，一直到比重不再降低为止。因为当糖被消化掉，然后变成酒精的时候，比重是会降低的。那我没有这么做了，我要减少污染的风险，所以我就是固定，我会决定好我哪一天要做 bottling。那为什么我留3个礼拜？也就是说，这个我比较能确保它已经发酵完全了。好，这时候我需要交换一下位置。我这整桶，要换到高的位置。然后先记录一下比重。这用 Webcam 没有办法很清楚看到。那总之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我去看它的比重，然后看刻度1.010，那这工作就结束了，就只是记录，然后拍照记录。我想应该有6度吧，6%。现在喝当然没有很多气，但是到舌头你还是会感觉到一点点的麻麻的，很轻微的碳酸。好，要来装瓶啦，所以呢，我需要一个管子。你看我都还是没有办法看镜头，我们之后再慢慢的改进啊。好，这管子，我所有的啤酒都已经在99%了，都已经在我的厨余桶里面了，美味的厨余桶啊。然后呢，待会要做的就是用管子，然后把它倒到瓶子里。这时候呢，有一个小道具，除了管子之外，这根棍子或者吸管会接在管子的一端，然后它前面有个开关，等到我如果这样的话是不会漏出来的，虽然它会漏一点，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管子，这是硬的嘛，插到瓶子的底部，它就会啤酒会比较快的跑出来。那这个是为了一样减少空气混合在这个过程里混到啤酒里面。我们要让啤酒里面越少氧气越好。好，那我们开始吧。所以一开始我这个不装但是这个都是消毒过的，因为我需要把它吸出来。我先把管子装好。现在这桶子很满很小心。这个过程都会有一些漏洒出来，拿个小盆子装一下。那我中间还有一个开关，我可以把它关起来。好，这就是一个接近尾声的步骤，把我们珍贵的啤酒装到瓶子里，待会还要密封，
然后瓶盖呢都已经消毒好了，在沥干当中，也不用到完全干，但是就是让它尽量上面的消毒水，都弄干。让我安排一下桌面，准备开工。还有我的酒瓶，首先把小的瓶子加出来。这时候瓶子里其实都还是有泡泡，但没关系，这就是。所以可以看到，我把这个镜头调一下，我们准备来装瓶啦。好，然后就先放着。瓶子大多有颜色，所以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看到。所以呢，我如果把这个压紧，开关打开的，底下的开关会打开一个弹簧，它就开始注满。那只是不要把太多空气打进去。好。那因为管子自己也占有一些体积，所以管子抽出来之后，它液面下降到这里。那我们一个原则就是里面流的空气越少越好。所以我会再把它补，几乎都要快满的程度。好，然后拿下一个瓶子，因为它会有点漏，就开始再装，就是这样子，机械式的工作，一个一个把它装起来。我大概装了5、6瓶，我就把这个影片先停止了，这是一个重复性的作业。OK， 现在都装好了，但是还没密封，所以呢，现在最重要的步骤呢，就是赶快把它封起来。这时候我们当然第一个需要新的瓶盖，而且都是消毒过的所以这里不太确定够不够31，我好像不太够，我再去拿几个出来。要封瓶盖也不能用手，所以有一个工具，长得像这样，中间有个磁铁其实是这样用的，所以瓶盖会吸在这里，然后呢，用力一夹，把瓶盖给封住。这需要练习一下，然后我发现这个瓶子也并不一定非常的标准有的像台啤这些都很好封，那像那个德国的啤酒的瓶子，它还是封的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封的过程就是不太容易，就比较容易滑掉，要小心。从最难的开始就是这个德国啤酒的瓶子，不好意思会背对你我们希望我另外一个摄影机可以拍得到。现在我们再拍一些特写，所以呢，消毒过的瓶子，用力一压，像这个就是我说容易滑掉，就是这个瓶子的特性。但是练习一下还是可以搞定。封好之后就是这样。我现在已经比较有信心了，头几次开始做，我都还会测试一下，想办法看看，会不会漏如何？那效果是都还可以。好，再来一次，都是机械性重复的工作，小心把这个封瓶的动作做好，不要功亏一篑。然后我买了2个不同颜色的瓶盖，我每次做就会交叉用不同的颜色，待会封好也会在上面写今天装瓶的日期，这样才知道。有一些啤酒我也会留着放久一点的时间，看看风味会不会改变，所以你需要标一下批号、日期等等。好，我们来这边靠近一点的位置，这个是
我蛮喜欢的一个瓶子。第一个它的瓶身的形状，还有它这个标签是用印上去的，跟台啤18天一样，所以我不用洗，而且本身的图案就在上面，蛮好的。然后来自台湾，那我以后可能会收集多一点吧，因为台啤18天的瓶子很漂亮，但是我有一些啤酒，像这个是咖啡色的，装起来就丑丑的。我会把18天的瓶子留下来，装一些比较淡色的啤酒，可能2个月之后会做。我下一批要做的是黑啤，我也还没做过，都是第一次。封好。我们再封一下，拿去后面的摄影机看一下。小心！封好的瓶盖，要拍脸，没有办法对焦。好，总之就是这样。好，还有26罐要封，然后待会我把它擦干净，那我们待会再回来。OK， 今天啤酒装瓶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啊，然后我们来看看目前的成果。抓得蛮准的，瓶盖剩一个，然后空瓶一大一小然后呢，所有的瓶子我已经封好、擦干净，上头写好，上头写好这个今天装瓶的日期，5月16号。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把它们放着，我在这里就是放在室温，1个礼拜、2个礼拜，最好2个礼拜再喝，它的风味会比较稳定。然后这就是刚刚沉底好久沉瓮底的这个啤酒酵母，从2个瓮里面收下来的。我会把它冰起来，让它沉淀，然后看心情补充一下酵母菌。然后我目前喝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症状然后这就是刚刚装瓶不小心洒出来的，所以我不想再把它装到瓶子里了，我会直接把它冰起来，待会就喝掉了。然后呢，下午拍这个 YouTube 真的是比较累，而且进度比较缓慢。好，那今天啤酒装瓶，就是说从发酵完到装瓶的过程，就是很简单的给大家拍一个介绍，然后大家有一点点的了解。OK， 拜拜。